遮天78集预告：叶凡进入太初古矿探险，遇到诡异生物，叶凡强行破开一条生路，但被神秘的力量在引导他们走向古矿。究竟怎么回事？我们一起往下看吧。随着叶凡花了30金元让老刀把子帮他们带路去太初古矿边缘。2天后，叶凡按照约定来到老刀把子的住处，发现已经有10几人在等待。老刀把子提醒他们，他只负责引路，生死自负。在前往太初古矿的路上，叶凡再次遇到了姬家的年轻人，他们行色匆匆，驾驭着蛮兽奔腾而去。老刀把子带领众人绕过了圣地的封锁区，穿过无人区和大戈壁，最终到达了太初古矿的外围。老刀把子告诫众人，只能前进800里，否则就会陷入危险。他提醒众人不要乱说话，因为这片地域有着不可言说的危险。一个年轻人不信邪，认为老刀把子过于小心。老刀把子严肃地告诉他，3年前因为有人乱说话，导致队伍遭遇了灾难性的后果，只有他和另外2人幸存。在老刀把子的严厉警告下，众人继续前进。一行人低空飞行，向着大地深处进发。他们穿过了100余里的荒凉地带，开始遇到了一些古老的石柱。这些石柱巨大无比，历经无数岁月依然屹立不倒。偶尔，他们还能看到一些浩大的地基，每一块石头都有数米之长，地基之厚阔让人惊叹。这难道是巨人的居所？有人惊叹于这些遗迹的壮阔。看这根石柱上还有图案，刻着一些奇异的生物，真是狰狞。一个年轻人注意到了石柱上的图案，老刀把子立刻急眼，瞪向那个年轻人：“你怎么又乱说话了？”年轻人也有些生气，这也犯忌讳。老刀把子怒斥道：“你要知道来到了什么地方，太初古矿比你想象的还不可思议。”他回忆起5年前亲眼见到的一幕，30几名修士在这片遗迹前死于非命，血染太初。众人心中一惊，老刀把子的脸色凝重，他建议众人不要再前进，就在此地飞上高空，远远地观察太初古矿。但有人坚持要再前进几10里，想要在太初古矿边缘挖几块石料，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。老刀把子坚决不肯再前进，他知道再往前走就是真正的危险区域。那个年轻人却不以为然，认为老刀把子过于谨慎。就在这时，大风突起，沙尘漫天，风声从远处传来，像是厉鬼哭泣。这风怎么突然这么大？有人感到不安。这点风算什么？我们可是修士。那个年轻人满不在乎。老刀把子却神色凝重地望向前方，他看到了远处的黑色旋风，脸色惨变。这是黑色的旋风。远空大片的阴影飞快接近，打着漩涡，像是乌云压顶，从4面8方而来。红色的沙粒被黑色的旋风压盖，到处都是阴影。这是什么鬼风？众人吃惊，全都不安。黑色的旋风卷动漫天沙粒，眨眼到了眼前，大地上一片漆黑，旋风有颜色，打出一个个大漩涡。接着一声惨叫传来，那个总是与老刀把子顶杠的年轻人身体像是被利刃剖开了，在地上留下一大滩血迹，整个人粉碎在了黑色的旋风中。叶凡的眼睛立了起来，他在那些黑色的旋风中感受到了恐怖的气息。他祭出万物母器铸成的鼎，藏身于内，而后又以离火神炉将鼎收了进去。黑色的旋风刮来，犹如利剑斩过，劈在离火神炉上，发出震天的响声。铜炉晶莹灿灿，上面刻印的那轮太阳照耀出蓬勃的生机与光华。凤鸣洞天，几只模糊的神鸟围绕火炉飞舞，烈焰腾腾，燃烧起滔天大火。黑色的旋风呜呜作响，横卷而过，又有数人粉碎，化成了雾丝。震天巨响发出，叶凡感觉像是一只巨大的手掌在猛力拍打铜炉，让他在鼎内都感觉到了恐怖的力量。叶凡心中惊疑不定，却不敢犯险，只能躲在里面，任外面铿锵震耳。恍惚间，他仿佛听到了粗重的呼吸声，以及巨大的身躯迈步的声响，大地似乎都在轻轻摇颤，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太初古矿的恐怖。在经历了黑色旋风之后，叶凡和其他幸存者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未知的地方，他们意识到可能已经进入了太初古矿的禁区内。叶凡收起了自己的万物母器鼎，他知道这件武器非同小可，一旦暴露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他从离火神炉中走出，发现铜炉虽然受损，但竟然在自我修复，这让他感到震惊。离火神炉的这种能力让他难以定位其真正的等阶。环顾四周，叶凡发现自己被黑风吹到了一个乱石横陈、红沙遍地的地方。老刀把子和其他7名幸存者也在这里，他们看起来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。叶凡询问老刀把子他们现在的位置，老刀把子告诉他，他们可能已经进入了太初古矿的禁区，虽然不在古矿中心，但仍有可能找到生路。叶凡和其他幸存者心中充满了不安，他们继续前行。老刀把子带领着大家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可能的危险。他们不敢飞行，因为据说太初古矿上空有神秘的力量，任何飞行的生物都会遭到毁灭。不久，他们遇到了一条巨大的沟壑，叶凡立刻认出这是《元天书》中记载的火龙坟。他警告其他人不要靠近，但已经晚了。一名修士因为好奇而靠近沟壑，结果瞬间被蒸干，化成一道赤光，消失在裂谷中。
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，老刀把子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叶凡知道他们必须绕过这个危险的地方，他们绕过了沟壑，来到了一个看起来像龙首的地方，但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个很小的血色湖泊。叶凡立刻意识到这是龙蝶穴，一个比火龙坟更加危险的地方。原天书中记载，这种地方几乎不可能得到神元，而且一旦触碰必死无疑。在目睹了火龙坟与龙蝶穴的恐怖景象后，众人迅速后退，唯恐被那诡异的血色湖泊所吞噬。他们退出数百米后，回头观望，只见血色如烟，袅袅升起，如同厉魂一般，令人心悸。那血湖虽小，却红得让人窒息，仿佛能够吞噬一切。叶凡观察天色，夕阳即将沉落，他立刻意识到危险，大声警告众人必须继续撤退。因为原天书中记载，这种地势在日夜交替时最为危险。其他人见叶凡如此紧张，也纷纷跟随他狂奔。当他们跑出数里之后，夕阳即将沉落，那条大裂缝开始震动，血湖的水则冲出地面，涌上半空。其中一名修为较弱的幸存者落后，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被神秘力量牵引，直接落入血湖中，消失不见。其他人吓得魂飞魄散，不敢飞行，只能撒腿狂奔。直到远离10几里后，叶凡才停下来，后面的人陆续赶到，一个个都流着冷汗，不是累的，而是吓的。如果可以重新选择，我绝不会来这个鬼地方。一名年轻修士带着哭腔说道。其他人也深有同感，脸色苍白，后悔不已。老刀把子凝重地称那为真龙可血。叶凡询问详情，老刀把子表示自己也所知有限。叶凡心中叹气，他知道那里孕育有神元，但他现在已无法取得。天色暗淡，一行7人走得很慢，他们不敢快速前进，全都仔细观察着周围的地貌，生怕误入绝地。他们知道火龙坟与龙蝶穴这样的地貌不会是唯一的。突然，一个修士担心他们正在走向古矿而飞进区外。天色越来越黑，雾气缭绕，最终变得伸手不见五指。众人失去了方向感，像是闯入了迷宫。他们争论着是否继续前进。老刀把子沉默良久，表示不走也不行，担心会发生不测。叶凡心中忧虑，他觉得这片地狱极为诡异。抬头仰望，不见星月，他们仿佛被困在一个盒子里。叶凡意识到他们可能已经进入了妖地，被鬼物所困。鬼物弥漫，杀机暗影，一旦触发，所有人都会立刻化为脓血。地狱之门似乎已经为他们敞开，缘若所人，最为凶险是夺命杀局。叶凡知道他们被邪缘反困，这是一个几乎无法破解的死局。他从未定脉所缘，却可能要被封死在这里，这让他感到非常恼火。为了寻找生机，叶凡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记忆绘制出一幅路线图。他发现每个人的路线图都不相同，说明他们的记忆受到了影响。叶凡将这些图拼在一起，认真分析，并在地面上丈量，最终找到了一个可能的脱困方法。但当他站起来时，他震惊地发现他们中间多出了一个人影。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，那个多出来的身影迅速消失在浓雾中，他们甚至没有看清他的容貌。这更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极度恐惧。他们意识到那不是人类，而是浑身长满兽毛的生物。更恐怖的是，他们发现其中一个人已经被这个生物杀死，头盖骨被掀开，脑浆被吞噬了大半。老刀把子迅速反击，射出一道红芒，但那个生物已经消失在黑暗中。迷雾浓重到连修士也只能看到100米之内，而且其中蕴含着诡异的力量。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误入了太初古矿的边缘。叶凡询问众人是否携带了缘，他需要利用缘来改变山川地势，尝试破解困境。老刀把子和其他人纷纷贡献出自己的缘，叶凡自己也取出了500金元。叶凡利用原天书中的记载，制作了108杆大旗，并在上面刻印了神秘的纹络。他计划利用这些大旗来定地脉、锁神元，以此强行破开一条逃生的道路。在叶凡布置大旗的过程中，他们遭遇了那个浑身长满兽毛的神秘生物的干扰。这个生物似乎在守护着某些东西，叶凡猜测它可能是守护神元的灵物。随着叶凡将大旗和圆嵌入地面，他们周围的迷雾开始消散，景物变得清晰。但是那个神秘生物开始破坏大旗，这让叶凡感到情况不妙。他们可能已经接近了太初古矿，而那块神元中可能封印着某种恐怖的存在。在叶凡的指挥下，幸存者们准备利用即将到来的地震和迷雾消散的短暂时机逃离。叶凡将所有的元都投入到了星空图的中心区域，引发了一场剧烈的地震，迷雾被撕裂，他们趁机逃离。在逃离过程中，他们听到了身后传来的低吼和惨叫声，但没有人敢回头。最终，叶凡、老刀把子和其他2人成功逃离了那片区域。他们来到了火龙坟和龙蝶穴附近，发现没有生物追来，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。叶凡意识到，尽管他们现在安全，但这片区域仍然充满了危险。在逃离的过程中，他们注意到了远处地平线上的3道神秘身影，这些身影散发着神明般的光环，让所有人都感到了恐惧。他们猜测
这些可能是太初古矿中的禁忌存在。在极度的恐慌中，他们决定逃离这个区域，但无论他们如何改变方向，总感觉自己在不断接近太初古矿。他们意识到，可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引导他们走向古矿。最终，他们看到了漫天星光汇聚成河的景象，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接近了太初古矿的中心区域。他们心中充满了恐惧，因为自古以来，没有任何人能够从太初古矿中活着回来。一旦进入太初古矿，他们的生存机会将变得极其渺茫。